这里莎莎，这一期我包你听懂，你要是听不懂的话，那我就给您再解释解释。那开始前我们先喝点水啊，客官们喝点水。这一期有点太干了，稿子加上原文差不多要2万字。对我来说，在镜头前坐那么久，有点太坐牢了，所以我就不露脸了。感谢大家。网络上对于人格类型理论，也就是 MBTI 的核心理论，最开始源自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的那个对这个感兴趣的伙伴非常的多，有的可能从 16P 的四色小人认识的 MBTI， 有的可能从别的渠道，比如各种小广告，我每天都能刷到好多。不过想必看这个视频的基本也都了解了16人格字母背后的8个认知过程，对吧？你一定了解了，有主导啊、辅助啊什么的。如果还不太清楚呢，也不影响您观看的。想了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那总有人问啊，说一直苦于找不到好的资源去理解8种认知过程 （cognitive process），也叫做认知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 功能态度 （function attitude）， 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 到底它有多少名字？叫法很多。然后网上呢又众说纷纭嘛，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解释。我做 MBTI 科普也到现在也要2年了，我想我干脆就整一个靠谱一点的终极版啊，就是特别尊重专业书籍里原文的那种。所以这期视频我会整理我学习过的当代类型学家写的相对比较易于理解的对8个认知过程的专业解释，我们进行逐句的解析，把难懂的部分都给讲清楚。对于想要探索自己人格类型的小伙伴，我有一句真心话要送给你：不要根据你能不能做到后面我们要聊的描述中的那些事情来判定，因为每个人都有全部的认知过程的。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努力，大部分认知过程都可以让你产生一种我好像能做到这样的感觉。重要的是怎么判定是他们是不是犹如你用惯用手写字那样自然。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正式开始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introverted sensing， 也就是对 SJ 和 NP 人格来说格外重要的内倾感觉，或者叫做内倾实感。SI 呢是 ISTJ 和 ISFJ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ESTJ、ESFJ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INTP 和 INFP 第3的认知过程，是 ENTP 和 ENFP 劣势的认知过程。先来看看 MBTI 官方是怎么描述 SI 的。将当前的事实和情况与过去的经验进行比较，出色地回想特定的细节，信任并记住过去，储存对他们未来使用重要的感官信息。关键词：记住、缅怀。对于 SI 最大的误会就来自于这段出色的回想特定的细节的描述。因为对特定细节的出色回想其实并不等同于出色的记忆力，很多人会觉得 SI 它就带有出色的记忆力，但是广义上的出色记忆力指的是在整体上你可以比别人回想起更多更好的细节，但是 SI 只是对于特定的一些细节格外的清晰，可能别人眼里容易记住的细节反而没记住。SI 在印象里到底刻入了什么，非常取决于个人视角下到底重视什么，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你只能说他们在自己重要的事情上可能有比较出色的记忆力，勉强可以这么说。那举个例子，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开门，对吧？我用了大拇指按了3下扶手，有2下留下了指印，哇，多么清晰，多么精确的记忆啊！但我可能完全不记得那扇门是什么颜色，我甚至不记得那个门的材质，因为我当时个人没有重视它，没有留意到。然后我们来看看 Leona 和 Mark 是怎么描述 SI 的。通过与之前的经验进行比较来体验当前的世界，以生动的感官细节顺序地重新体验过去，专注于由当前的对象、人和事件触发的记忆和比较，将过去的感官资料存储在一个主观的内部数据库中，具有高度内在的身体觉察，主观的选择在当前注意到什么，以及从过去回忆什么。
寻求使用以前的经验作为探索当前经验的指南。什么叫做顺序的重新体验过去呢？顺序指的就是没有跳跃性，从开始到结束是连贯的，强调的是 SI 的这种重新体验，它往往是按照个人视角下的时间线来的。比如你从客厅走到厨房，然后再从厨房走到卧室，哪怕可能厨房和眼前的信息没有什么相关性，但是在你重新体验的时候，往往这一个部分也不会被你略过。而后面所提到的主观的内部数据库，什么叫做主观的数据库？比如说有2个人同样经历一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各自储存下了不同的东西，那具体存下了什么取决于个人，这就是这里的主观性。而高度内在的身体觉察是为什么会有呢？是因为很容易察觉到自己身体里面发生的差异，发生的变化。因为当你总是去把现在和过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的能够意识到，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了，有一些地方的感觉是不同了。那 Linda 和 Dario 是怎么描述 SI 的呢？内情感觉通常会把数据和信息储存起来，然后将当前的情况与已经储存的相似情况进行比较和对比。当前的经历会言语被立刻和之前的经历联系起来，我们会察觉、记录到它们的相似与不同。例如，注意到某些食物的味道与尝起来不一样，比平时更咸。当我们看到某人就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人时，内情感觉也在运作。有时，与回忆中的印象相关联的感受会连同回忆信息本身一起进入我们的意识。这时候，这个印象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们的身体做出反应，仿佛是在重新体验这段经历一样。这个认知过程还涉及到回顾过去，从历史、后见之明和经验中吸取教训。内情感觉通常对细节非常关注，并明确地认识方向、目标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内情感觉会与长久以来的习惯惯例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在我们认为可靠的东西不断变化时，内情感觉帮助维系着文明和文化，保护着那些人们所熟知并坚持的事物。前2段描述也有提到，不过我这里想格外强调一下，我们知道说内情感觉它是做对比和比较，那对比和比较的前提是它会同时关注2者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 SI 它不仅仅是关注已经储存的信息，它也很需要眼前的信息来作为一个对比的对象的。而被立刻和之前的经历联系起来，像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其实相比于去在记忆里挖掘这种立刻的联系，更像是之前的经历它自己破土而出进入意识。后面提到的说，与回忆中的印象相关联的感受也会随着回忆一起涌入进来。这举个例子，就像是说，比如我想到了某个下雨天，当时是一种潮湿和烦闷的感觉，然后随着我在这个下雨天进入了我的意识，那这些感受也随之而来。这其实是一种经历的复现，哪怕经历中有情绪，但它仍然不涉及到任何情感价值的决策或者衡量，所以这个和 FI 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知道。后面有看到说内情感觉对于细节非常的关注， SI 和 SE 他们都有提到对细节的关注，这个非常的正常，因为 sensing 感觉本来就是具体的细节的，我们要区分的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出发点。SE 是我要去最大限度的体验，去感知，所以我不放过任何细节。而 SI 是我对于特定细节的印象是如此的清晰，我没有办法去不看它。那什么叫做这里说的与长久以来的习惯惯例融为一体呢？其实意思就是说，把这些习惯惯例当成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你会因为缺少它而觉得你的生活好像不对劲了，不一样了。而在最后提到的人们所熟知并坚持的事物，
其实这个东西可大可小，大到我们民族所传承的文化历史，对吧？像是过年就要去长辈家里拜年，这也算。那小到可以就是说，扫把就应该放到门后面啊，不要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就非常取决于个人到底吸纳了什么文化和经历，所以千万不要根据行为的表象去分辨这个人是不是有 SI 的一个特点。我们经常把 SI 和守旧挂钩，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说守旧的时候，我们其实提的是上一个年代的旧了。那对于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他的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太经历到上一个时代的熏陶的，那他自然也不会在就是他的 SI 中录入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